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这是歪茄为大家准备的第2道年菜。这次会做一道特别的扣肉，在之前的影片里我也做过了芋头扣肉和梅菜扣肉。有兴趣的话，欢迎你游览一下我的频道，希望你也会喜欢我其他的菜色哦。好啦，言归正传，回到我们今天要做的这道扣肉，我用了蚝干、香菇还有白萝卜做了一道特别的扣肉。而我这次会把肉弄成一个好像钱包的形状，把美味的蚝干包起来，以广东话好喜为谐音，寓意了包有好事这句祝福的话语，来祝大家在来年的1年里顺顺利利。好吧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做吧。这道菜呢，在处理肉的部分跟之前2道扣肉大同小异，也是一样的麻烦。首先将750克的五花肉冷水下锅，然后煮出杂质后，把杂质捞走。再加上一些姜片和葱段，还有少许的酒，让它煮个30分钟。把五花肉煮好之后，抹上一层黑酱油在它的表皮上，然后再拿去油炸。以皮朝下的炸个大概3分钟，把表皮炸个略为硬化就可以了。目的是以热膨冷缩的原理把猪皮弄成有皱纹，那么扣肉的成品会比较好看。若嫌麻烦不想开油锅，其实可以省略这个步骤。而我在上次制作梅菜扣肉时也没有油炸，出来的口感其实也是差不多的。然后再把炸过的五花肉放进冷水里，浸泡30分钟。白萝卜皮很厚，需要完全的去除，否则会带有一点点的苦味。去皮后就以滚刀的方式把它切块，因为待会我们会蒸2个小时，所以萝卜不要切得太小块。把泡水20分钟后的香菇和蚝干取出备用，而泡过这2种材料的水不要倒掉哦，把它留下来待用。香菇泡水后会变得很大朵，把它切成小块，会比较容易使用一些。最后的准备工作就是切肉了。这猪皮泡过冷水后已经形成很漂亮的皱纹了。先把肉切成15mm 厚度的小块，然后呢，在这里划一刀，先开一个缺口，接下来沿着切口，在这个肉的中间开一个大洞，切成一个好像袋子的形状。在这里有个提醒，要用锋利的刀，而且刀口千万不要向着自己，也必须确认你的对面没有人哦，以免不小心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。切记切记啊！切开一个洞之后，我们就塞2颗蚝干进去，这样看起来就很像一个钱包。然后呢，钱包里面就包这2颗好食，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好兆头。再来就是泡过香菇和蚝干的水1碗，用表面的水就好了，底部一般都有一点点的杂质。调味方面，我就尽量让它保持食材的鲜味，我只用了2汤匙的酱油，4汤匙的蚝油，还有2汤匙的冲绳岛黑糖。这种黑糖的味道非常棒，假如没有的话，用一般的黑糖取代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混合好之后呢，就把它倒入碗里，跟肉一起腌制大概20分钟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就准备一个大大的碗，把肉沿着碗而铺成一个圆形，
这些散的肉就可以放在中间。然后再把蚝干、香菇还有萝卜块，就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填满整个碗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再倒入调配好的酱汁，就可以拿去蒸咯。放到蒸笼里之后，先以大火蒸半个小时，再转成中火蒸1个半小时就可以了。这里有个温馨的提醒，就是要确定你的蒸锅里面的水分是足够的哦。2个小时之后，把蒸好的扣肉取出，再把碗里的汤汁倒入另外一个碗里。碗是很烫的，所以一定要小心烫手哦。然后铺1层生菜在上面，盖上盘子，我们就先把它移到一旁，接着就铺1块布垫底，这样你的手才不会被这个很热的碗烫伤哦。然后我们就牢牢的捉紧，动作一定要快哦。1、2、3，把碗翻过来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碗拿掉，还是那句，要小心烫手哦。哇，好诱人的肥肉，还有那股非常鲜的香味，实在是让人胃口大开哦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刚刚倒出来的酱汁勾芡淋在这个扣肉上面，就可以上桌了。由于白萝卜富有多种能够分解淀粉、蛋白质、脂肪的酵素，相比之前的2道扣肉，同样是经过2个小时的蒸煮，而这次的肉汁变得非常的软嫩，而它也吸入了蚝干的鲜味，非常非常的好吃。我觉得这道菜你一定要试，你一定要试试看。歪茄向你大力的推荐哦。接下来歪茄还会有更多的年菜和你分享哦。对了，订阅之后你要按下旁边的小铃铛，才会接收到我的新作品的通知哦。而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，假如你喜欢我的影片，也欢迎你一起订阅哦。希望我的视频可以为你带来一些料理上的启发，我就很开心了。你应该拿这块，但我可以拿这块。我就是看不到他是讲哪，不然就是拿这块，这块也是可以，你直接这样讲下去。谢谢收看，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嗯偷偷的告诉你，我们在吃完肉之后呢，这个剩下的酱汁我们拿去煮那个芥兰，也是很好吃。